up guys, this is Mandy right here and today we are going to do this video in Mandarin but I'm going to put the English sub. So just go and click the English subtitle right there and you still can understand me. 今天呢，我会回来录中文是因为我觉得眉毛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然后上周我在用英文录的时候啊，其实就蛮难的。然后因为影片比较长，就翻很久，所以我就觉得这样子的方式可能会一直耽误到我这几周 Monday Beauty Tips。如果之后还是有比较轻松的 Monday Beauty Tips 的话，我还是可以用英文录。但是今天就是要讲的东西太多了。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的影片的人，记得下去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可以点开资讯栏，有一点点小小的自我介绍。那我就废话不多说，马上开始今天的主题。今天 Monday Beauty Tips 呢是要介绍很多的美毛产品，就是几乎所有市面上就是普遍看到的美毛产品，我都会分享给大家。除了产品的特性啊，还有就会大概说一下哦，这个产品大概适合怎么样类型的人，这些东西没有一定的对错，只是在于我经验之后呢，我觉得哦，这个产品比较适合这些人，因为这样他们用起来的话会比较简单容易。第一个呢，我要来分享的是我最喜欢的眉笔，因为我觉得眉笔可以上起来非常的快速，然后第二个是非常自然。我觉得我讲到自然，可能你们有些人眉毛会皱一下，觉得一点都不自然。我常常眉毛都画像蜡笔小新啊，或者是看起来非常的浓，可能你就是修正2点之后，你就会变得很爱眉笔。第一，你眉笔选的时候啊，那个笔芯的那个软硬度，可能你选到那种太软了。第二个呢，可能是你眉笔拿的方式可能要稍微做修正一下。那眉笔的拿法那些，我们会到下一个部分画眉的地方再说更多。那今天重点就主要放在眉笔。眉笔呢是比较适合你初学，然后或者是毛量比较少，还有比较没有眉形，因为眉笔塑形非常的快，然后它的那个附着力在没有毛的那个皮肤上也比较好，快速，然后简单塑形，所以我觉得非常适合初学者。那眉笔真的有非常多种，那我今天就来分享几款我觉得最好用的眉笔。第一个呢就是植村秀的，它是那种软硬度非常适中，就是你在第一次上颜色的时候，颜色怎么出不来？然后画个2、3回的时候，你就发现颜色慢慢跑出来。这个就是你要找的眉笔的质地，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找眉笔的时候啊，可能就是这边涂就这个颜色出不来呢，然后呢就想说那我就买那种也软的，然后就一下就出来了。回去用之后就发现上起来很深，所以就是你在买眉笔的时候，其实碰到那种颜色有点出不来，然后后来又出来的这种，就是你要选择眉笔的那种质地。如果你本身是有黑色头发，然后想要画黑色自然眉毛，可以使用02号色，非常的接近黑灰色的咖啡色调，就是它还是不会那么灰，还是有那种咖啡色的成分在。对，这个我觉得非常适合你是黑头发的人。再来这一支呢是植村秀的07号色，这个颜色呢我觉得适合漂过头发，或是你头发比较偏亚麻色系的人都非常适合这支。那你有发现我这个的眉笔啊，它是非常的扁平。植村秀的眉笔，如果你一买来的时候，它其实是那种非常扁，然后非常漂亮的形状。那这个是我自己削的，削非常丑。那我会削成这样是有一个原因的，就是这种比较扁的形状呢，会让你的眉毛上得更快，因为它的着色面积，你有看到它这个着色画的面积比较宽一点点，所以你在画你的眉毛的时候速度会比较快。另外一支只是用削的，这一支就是这样子一般的笔头，它上的速度可能就会稍微慢一点。那我这个会这样削是因为这样比较不浪费，其实这样削很浪费眉笔，所以就是要自己取舍要这样削还是这样削。那再来呢，最近也很喜欢的眉笔呢是 From It Cosmetics 这个 Brow Power， 这一支旋转眉笔是目前手上最喜欢的一支，因为眉笔的软硬程度呢刚好，如果你的眉笔太硬的话，你一摔就断。因为它太脆，然后太软的话也会一摔就断，所以它软硬度蛮适中的，所以它蛮不容易摔断。而且它的形状呢也是那种比较偏扁，它算是圆的，可是它是那种椭圆形，所以也是偏扁，所以在上的时候就非常快速。因为这种旋转型眉笔啊，很多家都会做那种非常细一根，然后呢很小的那种一条这样，那种就非常容易摔断。然后重点是你在画的时候啊，真的要画很久时间，因为它的那个点就是非常小，所以你画的时候就要画非常久的时间。那再来分享的眉笔呢是 Gush 的眉笔，它软硬度呢稍微比植村秀跟 It Cosmetics 再软一点点。其中这个颜色是 Grey Brown， 它的颜色呢有点跟植村秀的第一支有点类似。那第二个呢，这是我唯一一支黑色的
眉笔。有时候我想要让我的眉毛看得特别立的时候，我就会用这个黑色的眉笔。再来一定要分享的呢，就是我的眉笔元老，就是这个资生堂的六角形眉笔。这个眉笔呢，就是真的是便宜又好用。那我有2个颜色，这个一个颜色呢是 Gray， 直接单用灰色来上眉毛的时候，那个看起来感觉很像纹眉，所以你的脸整个的妆感会看起来比较老气。所以灰色是在你选色的时候要小心的一个地方，就是不能选一个纯灰色的眉笔。那这个呢 ，Dark Brown 就是不容易出错的眉笔颜色。再来呢，我要分享的这个是 L'Oreal 的眉笔，真的是几乎都没有在使用它，因为它真的是太软了，所以我一上去的时候，那颜色就会觉得很实在，太 solid， 然后就会看起来很不自然，很像你把眼线笔画在眉毛的那种效果。再来第2个 part 呢，就是眉粉的。那眉粉呢，我觉得比较适合，你本身就是蛮有毛量的人，你就稍微再上一点眉粉，然后让它增添颜色。因为我发现眉粉，如果你真的是本身没有任何毛的人，直接上的时候非常容易掉。眉粉呢，我要推荐的是 Urban Decay 的 Brow Box。它非常非常的可爱，然后它就是小小一盒，里面有1深1浅的颜色。这边就是一个 brow wax 眉蜡的东西，就当你有一个地方就是没有毛的时候，你稍微用这个眉蜡稍微上过之后再上眉粉，你的那个抓粉力就会好很多。但有一个重点是，它是比较胶状的，所以当你在上你的眉粉的时候，它的那个附着力变高了，相对你的颜色就会看起来比较深。所以就是有好有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比较没有毛的人呢是需要去用眉笔的。下面呢就是2支眉刷跟1个 tweezer。像眉刷呢，我觉得它里面附的眉刷非常的刚好，比较扁，然后比较硬的那个眉刷的话，你在上你的眉毛的时候呢，就会比较精准。对，再来我下一个分享的眉盘呢是 Maybelline 的，我觉得他们家的这个眉盘我真的超喜欢。我今天的眉毛就是用他们家的眉盘上的。那第一个我喜欢它们原因是颜色其实也非常的漂亮，就是因为我这2个颜色我现在是在配合我下面有漂过头发的颜色，然后我这个色号是250， 1深1浅。还有一个打亮色，它的眉刷呢真的非常的棒，因为通常你在买眉粉的时候，它通常都只会附这种眉刷嘛，它还有再附一个这个 spoolie， 通常你买的眉盘里面很少会附这个东西。那我要说一下他们家的这个刷子，我真的觉得他们家这个刷子非常的棒，它真的非常的扁，超级扁，可以看一下，超扁，然后它的软硬度呢不会到太软，它是有弹性的，然后也不会到太硬。今天眉尾就是直接用这一个，然后沾粉，然后直接上，然后一样可以画出非常非常细致的线。所以我其实非常推荐大家买这个开架的眉盘。再来，我最后分享的其实是一个我有一阵子的 Brow Pro Palette。我觉得 Anastasia 他们家的眉粉呢，他们的附着力真的蛮好的。但是我自己本身就是很少在用眉粉，因为我觉得比较麻烦，还要拿刷子，然后比较慢。这个眉盘呢，就是一个有不同的色系，有偏暖、偏冷，就是各种色调的眉粉。然后我真的觉得，如果你想要买眉粉的话，你可以买他们的单颗那种，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用，它的眉粉的附着力非常的好。可是你看一下这一盘就知道我真的很少在用眉粉，因为就算我工作的时候，我也不太会用眉粉，因为我觉得眉笔真的超级快速，就是很快。然后完成眉毛，然后那个型很快就出来。要分享下一个部分呢是染眉膏。染眉膏对于有染头发，然后眉毛没有染过，眉毛还是黑色的人呢非常重要。像我今天的眉毛颜色一看就知道是咖啡色，然后你如果有那种黑色的那个毛啊，真的站立在那边就看起来很突兀，然后没有一体成型的感觉。那染眉膏呢，就这时候就是帮你染过你的眉毛，让你的眉毛更一体成型。那我要推荐一款我觉得真的很好用的染眉膏，这是 Kat 的 BR1。我觉得 Kat 他们家的这个染眉膏啊，很好用的原因是他们家的笔头。虽然不是说那种特别小的，但你可以看得见它的笔头前面这边就是比较尖，所以我就是就算有一些毛特别小根的，然后我也可以染得到。它的染眉膏呢，它不会太湿，就是你在选择染眉膏的时候，有些染眉膏非常的湿，太湿的染眉膏就是不太容易使用，是因为你在使用它的时候，因为你染眉膏通常都是要来回这样子梳，那你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太湿就很容易沾到你的皮肤，所以 Kat 这支我觉得是
湿度刚好，然后笔刷我也非常喜欢。另外一个染眉膏是 LB 的染眉膏，那时候我就是因为它们的颜色很浅的时候买，但之后其实我很少再用它们。第一个原因是产品比较湿，所以我在使用的时候啊，然后我就比较容易沾来沾去。虽然它们的笔头其实有比较小了，但它们的产品就是偏比较湿一点。下一个我要分享的是染眉胶。这个染眉胶呢，其实跟染眉膏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是比较水状。有时候其实上完透明眉胶啊，其实上完之后会觉得，好像那个颜色还是不够，所以这个让你的颜色稍微增添一点点，可是又不会有那种妆感。再来下一个部分呢，要分享的是眉液。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困难度最高的一个产品。我觉得眉液适合你真的完全就是眉毛非常非常稀疏，没有什么毛可以附着的人呢，你去使用这个就是可以非常的持久。但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缺点，就是眉液上起来的感觉很平面，就是如果你整个颜色呢一致的都上同颜色的话，其实看起来非常的平面，然后又没有毛感。所以其实通常眉液我在使用的时候，我都会选至少2个颜色，然后呢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底色，然后再去画出那个毛感。画出毛感的眉液呢，其实我要推荐大家的是一个眼线，我之前常常介绍的 One Day Tattoo Eyeliner， 它的咖啡色。这个棕色呢，颜色适中，不会太深，它的笔头又非常的细，所以我在描绘毛的时候可以非常非常的细致。你一定会想说，为什么我描绘那个毛感，为什么不可以用那个眉笔眉粉？其实你也可以用眉笔眉粉，绝对可以。可是它们有个缺点是，它们在于你可能过几个小时之后，它们的粉质很容易混在一起，会着在一起。所以你可能过几个小时，你那个毛感就会不见。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在做毛感的时候，还是用那种眉液的东西。再来另外一个眉液是 Anastasia 的 Brow Pen， 我的色号是 Universal Deep Shape。这个颜色呢，其实我觉得虽然他说他自己是 Deep Shape， 可是我觉得上完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它是那种很咖啡的眉毛，而且眉液上起来的干掉感觉，其实还是比眉粉、眉笔还要再亮一点点，所以它就是看起来比较突兀。之后还要再上一些根根分明的眉毛上去的话，才会让你的眉毛更自然。另外一个我觉得我非常喜欢的眉液呢，是来自 Absolute 他们家的这个眉液呢。它的笔头是长这样，3根形状，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啊，你就可以一次有3根的毛这样出来。这个的黑色呢，也是没有到很深，有点像那种没有那么黑的眼线液的颜色。再来，它有个缺点呢，如果你稍微的按大力一点点，这个产品按大力一点点的时候，它的整个3根会完全的糊在一起，所以在这使用上要非常小心，就是要非常的细致，就是用法要非常的轻。我还有另外3个颜色，一个是灰色，这个灰色呢一样，我跟刚刚大家讲的，我觉得我不太推荐整个眉毛使用灰色，因为灰色真的看起来像纹眉，会比较老气。然后再来这个颜色咖啡色，这个是比较偏暖的咖啡色。再来下一支呢，就是偏亚麻色，就是你的头发比较像黄棕色的那种比较适合的颜色。然后眉液分享完了，接下来下一个部分呢就是眉霜。这个 Anastasia 的 Pomade 也是跟眉液一样，适合那种你本身没有毛，然后没有什么附着力的时候，这个上起来呢非常持久，然后附着力也非常好。但它有个缺点呢，它真的很容易干，它就有点像那种平常使用那种眼线胶，你还要用刷具去沾，你沾完之后那个刷具就要马上清，不然就会干掉。对，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对它又爱又恨。我觉得它颜色上起来非常的漂亮自然。因为它跟眉液比起来的话，它又比较偏比较雾面的感觉，所以它会比眉液再自然一些。有一个非常好的优点是，它可以像眉液一样非常干净利落的线条，然后再来呢，它也可以像眉粉一样做出非常自然柔和的感觉，所以它其实很好用，但就是麻烦点就是你要用刷子去沾它。那我另外一个 Benefit 的这个颜色呢，它是色号是5号色，这个颜色呢就相对的比较深一点点。这个颜色的话，我真的就是可以画出一个非常非常利的一个刺青眉的感觉。我其实真的非常喜欢这个 Benefit 这一支，因为我觉得他们一个头这边就有个刷子，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它的产品，就你在使用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你就是一次戴的话，就是集结所有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最后一个是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有的 eyebrow coat， 就是眉毛雨衣。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用再跟你们多说，应该很多人都推荐过了。就是我之前在台湾的时候去大创买，根本每次都买不到，都缺货。但我在就是温哥华的时候看到就超多，店里有超多。本身毛量比较少的人，真的一定要买这个，因为它那个上完那个 top coat 之后啊，就会让你的眉毛就是减少那种
掉落差的机会，因为你本身毛量不多人，就是你产品的附着率就会比较低一点。上在任何产品之后呢，它有点就像变得有点防水的效果，所以你不用特别去买那种眉笔要防水。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产品分享，希望你们会喜欢。如果还没有看到上一集修眉毛的影片呢，记得点这边去看，因为其实这个影片呢，我分成3个部分。上次是修眉，这次是产品，然后下次会跟大家分享怎么画眉毛。我会尽量用到各种不一样的产品，然后跟大家分享怎么去画，还有一些不一样的眉型。如果你有什么特别想学的眉型呢，或是你特别想看那个产品的分享的画法的话，拜托在下面留言给我，然后就会特别提醒自己一定要做到那个分享。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按 like， 然后订阅我们的频道，然后订阅完之后记得要开那个铃铛，所以你就会记得要来看影片，就是他会通知你说，face to face 发影片哦，要来看。那我们下次见喽，拜。